苏东战局终于有了大的动静，双方都有显著战果。当年苏军的军事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在俄乌战场上，那个顿巴斯前线啊，经过了又激烈又绵长又焦灼的决战，终于这个战线呢，在地图上有了比较容易看出来的变化。经过这几天的交手，双方各有得失。乌军方面对他们来说，好消息就是哈尔科夫附近的反击比较有效，双方战线呢已经部分推到了俄乌边境，而且现在的位置就有可能利用炮兵去威胁19姆方向俄军的后勤补给路线。俄军在19姆地区兵力呢是很强大，但是人多车多炮多，必然消耗也大嘛。所以后勤补给一旦出现大幅度减少，这一路的俄军可能不得不向后撤断距离的。而乌军的炮兵得到了欧洲国家的补充之后，装备水平压了俄军一头，至少射程上俄军就吃大亏了。再配上综合的侦察手段，乌军的炮火能给俄军不少压力。比如前几天俄军方面，卢甘斯克一支近1000人的部队在别洛格里夫卡试图渡过北顿涅斯河的时候呢，虽然当时俄军已经点火放烟，试图隐蔽自己的行动，但还是被乌军听到了摩托艇的响动。然后呢，乌军就发现了俄军的渡河过程，随即呼叫炮火，覆盖了登陆场，炸断了浮桥。而且乌军还声称，乌克兰航空兵也参加了炸桥行动。那么俄军这支部队呢，可能也是缺乏战场意识。从事后照片来看，车队渡河的时候，队形可能特别的过于的集中，而乌军的火力呢，应该也是集中并且猛烈的。因为从这个照片上来看，损失的这些各种坦克、装甲车辆、浮桥器材，这些大型装备残骸都堆在一起了，数下来一共是损失了73件。也就是说，打击开始之后，这些车辆都来不及疏散。除了炮火之外，如果确实有乌军飞机过来投弹，这种损失程度似乎也更好解释。那么随车的步兵伤亡当然也可想而知，因为步兵可能都没有时间往外跑，至少这个方向一个营的部队可能要退出战斗序列了。这是其中一个浮桥啊，俄军说一共搭了3个浮桥，2个被乌军炮火摧毁了，但是剩下那个好歹还是发挥了作用，让俄军冲了过去，现在可以扩大战场。其实呢，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时候说的是俄军损失大，但是没有去说到这种打法其实是体现了过去苏军的一贯的作战传统，就是在一个正面上，苏军会用多个部队多点突击，不计代价，而任何一点形成突破口之后，后面的力量就要从这个突破口一下冲进去，然后扩大战果。而其他方向别的部队就是损失再大，只要没有形成突破，那都不管，只有突破口才是重要的。否则呢，一旦错失了机会，让对方把这个突破口再堵上，那前面的损失就白损失了。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冷酷无情的思想，但它是非常有效的军事哲学。而东南方向，几天前乌军就已经承认了，那个布帕斯纳亚已经被俄军占领，这样战线上就长出了一个俄军的小蘑菇。如果这个小蘑菇继续向西延伸20多公里，就能够冲上 M03 高速公路。冲上这个 M03 高速公路之后，那么顿巴斯地区的乌军侧翼就很有可能被俄军包抄。那么现在的战场态势就是，俄军在一南一北2个方向出现了2个突出部，夹住了乌军在顿巴斯的一个大突出部，双方都想把对方包饺子。那么这2天俄军也报道，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正在努力顶住乌军的反击，乌军呢也在持续的从北边挤压并且炮击19姆，而俄军要避免被动，就要从19姆和波帕斯纳亚2个方向同时突击，争取率先包围顿巴斯的乌军主力。不过这几天过去之后，这2个突击方向好像进展不算特别顺利，毕竟俄乌双方的老底子都是过去的苏联红军，俄军的想法乌军应该都能够猜得到。未来围绕这几个突出部，两边肯定都要用尽浑身的解数，比火力，比速度。好，顿巴斯这个口袋到底能不能扎紧，未来几天就看俄乌双方到底怎么用力了。那么今天的话题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